大家好，我们是牛爸兔妈。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呢，离我们发布第一个视频刚好过去了1整年。这一期呢，我们想复盘看看，回答自己3个问题。第一，过去的这1年我们收获了什么？第二，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吗？第三，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们做视频这1年收获了什么呢？收入是0。居然是0哎！给观众科普一下哈 ，YouTube 给创作者发广告收入的门槛呢是订阅1000个，并且1年内播放达到4000小时。咱们现在订阅是151个，按照咱们这个速度呢，非常有望在7年以后收到第1块广告费。这应该也不算意料之外吧，因为我们这种风格就不太可能赚钱，而且我们也比较佛系。确实 ChatGPT 也说，要是想多流量的话呢，那得抓眼球、追热点、贩卖焦虑，但这肯定不是咱们想做的吧？我一想到要那样，我都不想做了，因为要是为了赚钱的话，我还不如去加班呢。要赚钱，回报率最高的还是我本职工作啊。对，从金钱上的回报率来说，确实不高，但是如果我们学会了怎么教孩子，那其实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种长远的投资，我觉得。对，所以我们收获了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些育儿知识非常的宝贵，非常之重要，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们家。我们这1年呢读了4本书， Siblings Without Rivalry, Good Inside, The Montessori Toddler， 还有比尔盖茨的自传。我觉得每一本对我们的影响都很大。这些育儿知识切切实实的改变了我们的育儿方式，他们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一辈子，也会影响他们之后的孩子、孙子世世代代，这种收获是无价的。对。那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一本书呢？或者哪一期主题呢？我只记得一个理念，就是应该是贯穿了这里4本书，就是要听见孩子，看见孩子，要看见孩子，接纳孩子。对，我不记得是讲哪一期视频的时候，我们总结说，你只要接纳孩子，那这些书如果有考试的话，我们都能拿个80分。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 Good Inside 和 Siblings Without Rivalry 我都很喜欢，但我觉得对小孩影响最直接的其实是 The Montessori Toddler 里那一期讲怎么布置家里面的。那一期视频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花了好久按照书里的方法把家里整理成对小孩来说 accessible 和 attractive 的样子，然后我们肉眼可见的小孩在家里玩游戏更有章法了。对。还有呢，第2个收获呢，我觉得是牛爸兔妈强制我们去思考，帮我们梳理自己的想法，这个过程真的帮到我们很多。比如说，自从我做了私校和公校那一期视频，它完全帮我捋清了思路，把我从私校申请的焦虑中解放了出来。做完那个视频，我就意识到我为申请私校而焦虑这个行为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我还不如把时间花在陪小孩玩上。于是我就去带牛牛去见伊格鲁了。挺好的。还有啊，第3个收获，我认为它改变了咱们全家育儿的沟通模式。我记得我刚看了 Good Inside 以后，我就跟你聊，我说小孩内在是好的，但是牛哥捣乱的时候，你就问我说这样也是内在是好的？等咱们俩录了 Good Inside 的视频以后呢，你就没有再质疑过这个问题了，对吧？所以通过咱们对聊，那这个知识就很容易就同步到你的脑子里了，咱们在生活里面育儿上面的摩擦就基本上很少吧。好像也没有很多摩擦了，都听你的。而且我妈很爱听我们的视频，我这辈子没听过我妈给我道歉，但是呢，有一次牛牛调皮，我妈吼了他以后，我后来看到我妈给牛牛道歉了，我还挺惊讶的，我就跟他聊，他说因为他听咱们 Good Inside 的那期吼了孩子之后该怎么做的那个视频了。所以这些视频帮我们把沟通成本降得很低。
那我们每个人之间不可避免的育儿理念一定会有分歧嘛。那在这个上面，这些视频帮我们调和的很好。我有的时候还会重听一下我们的视频，就是复习一下知识点，然后我发现我会不知不觉听下去，说明咱的质量还可以吧。你会听吗？不会，我会记得你讲了什么，基本上我还记得。我还有第4个收获就是快乐。我做这个有一种小时候做手工的快乐，就是不是为了外在的成功啊、成绩啊，我感受到的就是小孩玩玩具的那种单纯的快乐。咱们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你记得吗？我总会问你，我做这个是不是不务正业？记得。你怎么说的当时？然后我说不是，只要你自己觉得做的这开心，觉得有意义，它就是正业。怎么灌上鸡汤了？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好，我忘了。我感觉30多真好，就是可以做单纯的让自己快乐的事儿，不用再有耽误正事的枷锁。这对我这个东亚小孩来说真的很不容易。那既然我们收获了这么多，现在来回答第2个问题，咱们还要继续做下去吗？你想做下去吗？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看书的习惯，但我觉得你也比较爱看书，你还可以跟我讲一下，我觉得挺好，所以我想做下去。我记得黄仁勋说的有一段话特别有意思，有人问他财务自由了之后你怎么想，他说他25年前就财务自由了，他只想着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搞个英伟达。我觉得我们这个频道在我们看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和工作赚钱无关，只要我们有收获，我们就会继续做下去。我是觉得只要我有想看下去的书，想和你讨论的书，我就会做下去。现在呢，我还有好多书想看，想和你讨论，我书都买了好多本了，不知道今年能讲完几本呢？什么书？很多啊，比如怎么培养小孩的自驱力，怎么培养小孩的韧性，怎么讲话小孩会愿意听，怎么养小男孩，怎么养内向的小孩，怎么养双语的小孩。之后呢，孩子再大一点，我会想看看怎么给他做性教育，怎么培养小孩的财商，很多很多。挺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下一步计划就是我想读的书很多，但是我的时间不多。咱俩都得上班，得带娃，我们的工作都不是很轻松那种的。我今年明显感觉到工作变得更忙了，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可以是每2周出1期视频。都是讲书吗？偶尔穿插一点我们的 vlog 吧。其实回看过去1年，我觉得最遗憾的事儿就是很多咱们出去玩的视频没有剪。虽然肯定没人看啊，别人可能不太感兴趣，但是这是我们家的记录。如果以后牛牛图图长大了来看，我想他们最想看的肯定是我们当年出去玩的视频呢。最后呢，我想感谢一下咱们的151位订阅观众，非常感谢你们愿意花自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们这些没有特效的毛坯视频。我想我们都一样，都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孩子最好的爱。如果我们的视频对你们有一点点启发，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对，真的感谢。我突然想到了那个陋室铭。你真的不知道陋室铭吗？不知道。我就知道你就是个文盲，你怎么会连陋室铭都不知道呢？你也高考过呀？你那个要打那个声音的马赛克。为什么？骂人不行。就是那个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那个，你不知道吗？好像背过。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屋子很简陋，但是我们的德行很好，可以吸引志同道合的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嘛。知道了。那好，我们新的一年再见啦。